那在您看来，乌克兰拒绝跟俄罗斯开展和平谈判，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我认为从本质上面来讲，其实并不是乌克兰不愿意谈，而是当前泽连斯基总统开出的和谈条件，俄罗斯压根就满足不了。乌克兰提出的要求是，在普京总统下台以及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领土的基础之上，双方来谈战争赔偿与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而普京则希望在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永久性领土，以及承认俄军对乌东地区土地占领的这么基础上来展开和平谈判。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开出的和谈条件俄罗斯不可能接受，俄罗斯开出和谈条件乌克兰也不可能接受。在分歧如此巨大而本质的情况下，双方的谈判压根就是在浪费时间。那么为什么双方都会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呢？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双方在战场上还是没有真正打透。当前双方在战场上态势是，经过10个月激烈而残酷的战斗，虽然乌克兰军队已经全面转入了攻势状态，而俄罗斯军队被迫进入了守势，但这也意味着战事将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焦灼状态。因为俄罗斯军队的钢铁洪流虽然在早前进攻的时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转入阵地防御战的时候，它的作用却是可以逐渐显现的。相反，原先机动灵活、喜欢打信息化条件下的游击战的乌克兰军队，在进入阵地攻防战之后，却会面临着飞机、大炮、坦克等重装甲武器不足的困境。不过尽管如此，乌克兰军队的优势仍然在于，他们可以不断地获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军备支持，并且乌克兰方面坚信自己依靠北约的援助，最终可以打败被西方完全孤立的俄罗斯。我认为这些就是乌克兰方面会开出让俄罗斯无法接受的谈判条件的原因。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表示，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俄军就将会摧毁他们。同时，普京又说，俄罗斯与北约走向军事对抗的风险并没有那么高。您对此是如何看？其实，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着眼于自我防卫的武器，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上，假如说俄罗斯还具备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他们单方面拥有乌克兰方面并不具备的中远程导弹。因此，一旦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将会极大地对冲掉俄罗斯中远程导弹的优势，使得俄罗斯的中远程导弹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面对美国有意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方面还是相当忌惮的。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曾经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对俄罗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美俄两个大国因此爆发冲突的风险非常高。然而这一次，普京总统不仅否定了俄罗斯跟以美国为首北约的爆发战争的风险在升高，而且仅仅是表示俄军会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摧毁这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另外，我注意到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方一直试图对俄罗斯分而治之，他们现在也正在努力这么做，但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们是为了团结俄罗斯人民。我认为这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当前俄罗斯不仅面临着军事上的守卫战，也就是在乌克兰境内守住俄军已经占领的部分乌东地区的土地，而且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政治保卫战，也就是要防止西方借俄乌冲突来实现让独联体甚至是俄罗斯再次解体的政治图谋。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